大家好，我是慕尼可造型张思宇。今天我会为大家演示一款街头酷感的发型。那么这个风格我们要注意一些哪些细节？接下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为大家一一讲解。打造街头酷感的这种发型呢，我们要注意尽量把廓形不要做得过于的圆润，要有一些棱角。然后这个模特的发质呢，其实是比较的粗硬多的，所以它是很容易产生圆形的这种廓形。所以我会把根部的这些位置都会去把它收紧压一下。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前区的这个位置，我想做的稍微的扁平一点所以我在进电棒的时候呢，我会采用的直立的去进，没有横着去进因为如果我们横着进的话，很容易这个位置的廓形就会过于的框出来。好，直立的去进电棒，往前，再直立的往后，圈数不要特别的多。然后整个轮廓形呢，它不会那么的拱起来，就会往前再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好，第二片呢，我们为了打造侧面的这种发尾的这种凌乱感，所以呢，我会把这一片尾往后卷，夹完以后，同样在发中的部位施加一点点就可以不需要去做的特别的拱起来。在转角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一定要把根部的位置去给它收紧，不要把这个发根的这个位置去把它做的特别的拱起来，因为做拱起来以后呢，很容易我们的廓形就会更容易圆形。那街头酷感这种呢，我们建议大家在脸周呢多做一些这种错乱的纹理，然后发束感稍微的细一点点，不要去把它做的特别的粗的那种印象，就是比较细的这种纹路感。好，错开，我们这里往后卷，这个发尾就往前卷，采用的是直立的尽量的把侧区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的给它收紧掉一点点。然后这个模特呢，因为它上去的位置是高层次，那我等一下会跟刘海跟顶上一起再去做接下来我们就操作另外一个侧面。那打造街头酷感的这种呢，我在质感的选择上，我会先上了一些湿润感的发蜡，让它整个头发呢是呈现一种比较湿润的这种印象。因为这种质地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说质地特别干燥的时候，它那种酷感就会没有，就会比较头发整个会显得比较柔和。所以呢，我会打底打一些湿润感的这种发蜡，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在纹理的选择上，我尽量的选择一些 C 型去做一些错乱感，不要去把它做一些那种 S 型因为达到做 S 型的时候，它的那种女性感或成熟感会比较增加。所以你在做一个风格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这个风格带给人的印象，然后用我们的廓形、质地、纹理去体现出你想要的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的造型不贴合我们的主题的话呢，就有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是凭着感觉再去做造型。那凭感觉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做的会比较好，明天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的好，这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服装都会选择到一些，今天我们的服装都会选择到一些比较廓形有一点点硬朗，然后有一点特殊的设计的风格的衣服，材质上不会显示特别的柔软的这种印象所以整个风格呢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把控这些元素，能够做到我们心中有形，然后做出来的质地呢又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质地。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我们不需要去横着去进电棒因为横着进电棒很容易把这个廓形就会干嘛？整框对，所以我们就转角这些位置，我们把它的头发都去用电棒给它收紧掉，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用竖着去卷，在侧区的这个位置，不需要去增加横向的这个宽度，前后的去错开。好，那这样子我们的侧区呢就已经卷完了。所以我们卷完以后会去看到我们的纹路都是属于比较什么前后走的纹路，而不是左右的这种横向的来增加它的宽度，而是要把这些位置都给它收掉因为接下来我们后区呢裁剪的部分是比较长的，所以呢我会在这个位置去增加一些幅度，来增加一些女性的这种印象感。所以我已经打算把这个位置放到前面了，所以我在夹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头发拿到侧面，在侧面的位置去固定它的卷度，发尾做一个往外走的一个
形状，让它整个轮廓感更有张扬一点点。就放到前区的时候，这个位置的宽度是宽过于我们侧面的这一个位置的，所以我是拿到前面这个位置来卷的啊。那后区的中间这一片呢，我们在夹的时候就直接放到中间去夹就可以了。好，同样的制造宽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制造宽度的时候，我的手法用的都是平的啊。制造宽度的时候，我们下次在做造型的时候就知道我需不需要这个位置宽。如果我需要这个位置是宽的，那我就要水平的去进；如果我需要收窄，那我就竖着去进啊，一定要注意。好，我来压一下。因为后区这个模特呢，其实头骨是比较宽的，所以在侧面的位置啊，我们都会要把它的头骨给它缩小一点点。然后我分的这一层呢，还是一样的，我们是做底线的位置，所以我会拿到侧面的这个位置去卷啊，做侧面的这一个廓形，所以水平的去做到一个 C 型往外，然后在内部做一个蓬松度来支撑这个廓形，能够比我们侧面的这一个廓形更凸出来。这就是我们卷这一片的目的啊。尤其是做高层次的这种头发，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每一个发尾都要去收勒到，不能说这个发尾不去收勒，因为层次面丰富，如果你那个位置没有收勒的话，其实就会看上去就是会融不到一起那个纹路。所以每个地方我们都要去给它均匀的收到勒。如果说层次比较细腻的地方你觉得不够，我们就可以单独再给它拿出来加强一下它这个纹理。然后我今天采用的电棒呢是25号的电棒啊，然后我选择的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今天的，因为什么我会选择比较低的温度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短发的时候很容易就过卷，所以你控制不好速度的时候就可以用温度来控制。夹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温度稍微低一点，这样子它的卷的塑形能力呢就会弱一点。因为有时候头发很粗硬的时候，我们的温度稍微没有注意，一下你会觉得过卷了，那过卷了怎么办？很难去把它拉到那个原来的那种顺滑的那种质地感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夹的时候要注意的啊。温度我今天是开的160，在上几集的视频中我开的其实是比较高的，温度就开到180这样子。好。接下来上面是一个动感层次，那在做动感层次的时候，记住，因为头型是比较宽，所以我们把这些位置都要去给它收紧掉。收紧完了以后呢，我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去制造一个蓬松度，因为我们修剪的时候，这个位置已经剪得比较短，它自然的会有蓬松度，所以我只需要去制造它发尾的这一个流向感啊。所以在中间的位置呢，我会采用水平的向上去卷，让它上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感。好，到了这个侧面的时候呢，那我在夹的时候就会不会采用水平的，我会采用往后走，让它这个位置视觉上是要收紧掉一部分啊。所以你看我是直立的，然后旋转到水平的往后干嘛？收紧一点点，直立的进去。所以在控制头型越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头发越短的时候，越要学会去控制它的头型轮廓，而且也要跟你的风格去搭。你如果做一些比较中性的风格或酷的风格的时候，那我们的头骨就要收的比较有立体度。如果我们做一些柔和的，然后比较有点女性氛围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把头型去做到一定的什么柔和度、圆润度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所以不同的风格印象，我们在做的时候，那我们的轮廓感、纹理都是要不太一样的。好，这个位置因为是比较短的，所以我就把顶部的位置的根部稍微给它拉起来一点啊。拉完以后呢，不需要去给它做一个圆润的这种形态，我只需要给它拉顺啊。好，拉顺了以后呢，选一些小束出来去夹，不要一整块去夹啊，分一些小的束感去夹。这样子表面的纹理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动态、比较强烈的这种印象，就不会像我们有时候夹出来一整块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感啊。所以做电棒呢是要控制头骨的形状啊，做卷只是我们在需要这一个形状的时候去添加一些这种弧度感啊。好，这样子我们整个后区到这个侧区的廓形我们就已经干嘛连接好了，连接好了我们就开始做头顶。
街头酷感呢，尽量的避免我们在脸周的这个廓形上做出一些比较这样子圆润的这种轮廓形，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打破它的这一个什么走线我们在卷的时候纹理，我可以往前再把它选一小束，再往后，就不要让它产生一个统一的这种廓形的轮廓感不要让它有一个圆润的这种廓形感，尽量在脸周做的稍微的模糊一点点。所以我选择的是直立的向前或者是向后好，分小束的直立的向前，再直立的向后。注意在这个位置尽量的不要去烫到额头的部分所以夹的时候一定要比较小心一点，做一些这种凌乱的错层的这种印象出来那么它的酷感会比较强烈。好，一个时髦的造型跟一个比较成熟感的造型，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在做这个头顶的时候，你的轮廓的形态是做的有多圆润所以街头酷感这种，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棱角感。所以在头型的这一个产生凹面的这个位置我们把头发自然垂落，好，把这个凹的角一定要给它收掉。好，同样的，我们分出那一个头发，我看到前面自然垂落的这一片在哪里？如果是往这边走的，那我的纹路就往另外一边去卷它跟下面呢，我们也做一个错层的这种印象，自然垂落的去选择你的发片好，左右的去划出来，然后我们中间的高度呢，一定要看到这一个坡度跟这个面产生的是有棱角的这种连接感，不要产生是圆润的这种连接感好，拿起来看到前区的这个位置是往这边卷的，我们就往另外一侧去卷它，只需要把发尾做一点点幅度，自然垂落好，自然垂落的去选取它的发片。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廓形不要把它产生一个圆润的这种廓形感。好，这里是我们表面做动态的地方，我们把根部的位置去用电棒去稍微给它滑起来，做高一点点把中轴线的这一束头发选择用电棒去推起来推完以后呢，还是建议大家去左右的选择你的纹路，跟你的前面那一片去错开，不要在一条线上产生一个纹理。好，再选一个小束来增加一个俏皮感把它平卷去压出一个往外的，让它俏皮一点点。好，在人形的这一个角的这个位置呢，我会选择两个角来做一个水平的外翻，也就是说这一片头发就是我们的头顶跟下去的这一个位置中间一个过渡的一个形线的位置，所以我们分的薄一点点去给它做一个视觉上的连接在另外一侧，同样的，我在这里也会预留了一个小小的发片来做这一个往外，让它侧区跟我们顶区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视觉上的连接。所以做每一个造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看到形跟线的一个连接感是在哪个位置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整头就已经夹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理。那么在打理的时候呢，今天我们不会用到大板梳去梳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这种有力量的纹理，有这种束感的纹理，我们就不需要去用大板梳把它的纹理去梳散掉，因为你梳的越散的时候，你的卷度是越柔和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风格是街头酷感，它需要有一定的力度跟硬朗感、刻意感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用大板梳，我们直接去调整一个我们想要的廓形出来就可以了。好，打理街头酷感的这种造型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两侧这个位置，我们尽量的要给它收紧掉一点点，然后再把它的纹理在做的过程中呢，
不要去把它的纹理去撕得非常的碎，一定要有一些这种力度感。所以我们在最后上到一个发蜡去定型的时候呢，你看我都只会捏我需要廓形的位置，把它去拉出来。然后呢，整个轮廓形态我们尽量不要去把它做得过于的圆润，纹理不要做得过于的那种很细很毛躁的那种质地感啊。因为做得很细很毛的时候，就整个感觉会太轻柔了。所以我们的廓形一定要有一些棱角，然后呢，整个纹理是要有一些束感的，这种厚实感在里面。然后在做的时候，你看我后面的头发就是在做整个头发的廓形，两侧的这个头发我选择的是竖着卷，所以我是需要收掉它的。如果我把这个位置做得太拱的时候，它整个轮廓的形态就会太圆了。所以我们的风格是什么样？那么我们的廓形、纹理、质感这三个东西就要跟着我们的风格去走。那么今天这一款街头酷感的造型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们这个街头酷感的风格呢，第一组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光质会比较硬，然后我们会在人物的前方放一盏路灯，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柔光的处理，因为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比较厚实的光质的这种效果。在模特的两边我们会用黑色的这个绒板让它吸光，让两边的整个光质呢会比较的均匀厚实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拍摄完的效果。拍摄完的效果呢，我们两侧都会有吸光，所以两侧的细节都会比较的明显厚实，然后高光的部位就会比较有立体度。整个照片的质感呢是比较偏硬的、酷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那么第二组呢，我们是黑白高对比的视觉。今天我们会用到一个闪光灯放到模特的后面做背景做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逆光，拍出一个轮廓的一个效果。然后两侧的话会用到这个黑色的荣光布，让两侧去吸光，让它产生更有廓形的这种力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拍完的效果。这样子的灯光效果就会得到一个廓形轮廓非常的立体。然后其他的位置是暗部的一个效果。